You are the chosen one。请问为什么会希望推广 IYPT？ 因为我们在大学里面教学的经验，让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大学小朋友，事实上在这个语言的表达上面是有很大改进的空间啊。因为将来不论你担任职场什么职位，口头报告都是很重要的能力啊。所以我认为这些事情在高中甚至更早以前要开始培养。那所以在高中进行这个 IYPT 的这个辩论赛。不但你要把物理弄清楚，而且你同时要训练你的口才，是非常有意义，对同学们帮助很多的活动，所以我认为应该推广。请问参加 IYPT 压力会不会很大？如果想要在比赛里面拿到好成绩，那就一定要付出努力嘛。那这个过程是必定得经过的，虽然很累，然后压力又很大，但是这段时间就是会觉得很充实，然后你心中就是确信有一个目标，然后促使你往那个让自己更好的目标前进，而且还认识了一群很赞的学姐。请问参加 IYPT 后有遇到怎样的瓶颈？那怎么克服它？我觉得是英文，因为国中的时候我们非常擅长读写，可是口说方面就是要你讲的像外国人一样顺畅，是对一个高一来说是很困难的。我们那时候就是因为这一点感到非常挫折。后来就是因为学校老师会提供你训练，然后你也可以学习和学姐对话，进而去学到底应该用怎么样精准的英文去描述你的 PowerPoint， 然后所以我们英文能力就因此急速上升。就是参加完 TYPT 1年之后，你就有办法跟外国人扯一堆非常就是连你自己也不知道在讲什么的非常厉害的英文。从 IYPT 里面学到了什么东西？我学到的就是处理事情、解决事情的能力。因为一开始遇到一个很困难的题目，然后要一直想很多方法，从各方面去取材，才可以解决它。就是增进我们的文书处理能力嘛。因为有时候要分析数据，然后干嘛的，然后这是别人还没有学到，可是我们先赢在起跑点的事情。还有就是英文绘画能力，对，没有，因为之前从国小开始到高中，完全没有任何一堂课是能够让我们上台报告用全英文讲事情的。对，我觉得它很新鲜，然后很值得一试。因为 IYPT 它的比赛进行模式是reporter、opponent 还有 reviewer， 他们分别用他们的简报去告诉下面的教授他们到底在做什么。所以就是你的表达能力，还有你那个抓住重点的那个能力非常重要，而且你要表达的非常简洁易懂，不要扯一堆废话，然后下一边的教授不知道你在做什么，那你的沟通就是非常失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 IYPT 的训练对于表达能力是非常有帮助的。好，那请问印象最深刻的事是什么？因为我比过2次赛，我第一次去比赛的时候，整队都是高一的学生，都是小学妹，然后没有比过赛。那时候我第一个 report 的题目是一个我很不熟的题目，结果我报告完之后，我自己觉得很自卑，然后又觉得对不起队友，大家都很努力，结果我报告成这样，然后我就整个崩溃，我就整个大哭，然后哭完之后，教授都过来说，没关系，你还年轻，你高一而已，就觉得哇，教授都好温柔。然后同一个 team 那些人都会说，没关系，我们还有好多天，我们以后再努力。就觉得哇，大家都好温柔，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然后隔天之后我就没有再哭过了。我觉得啊，我有大家在，我可以，我什么都做得到。我觉得这是印象最深刻的事。请问是否 IYPT 会影响学业成绩？我觉得在目前考试的制度之下，一定会影响到学业的成绩，因为 IYPT 的题目本身都是难题，所以你在执行上面就要花很多的时间。那同时在这个理论的分析上面，你还需要读更多的材料，所以一定会压缩到同学们准备课业的时间。那当然我们是希望往后的入学的管道里面，可以将这一部分的表现列入考量，
哦，那对同学们在这个 IYPT 辩论赛中间所得到的训练，也可以直接反映在他的升学的机会上面，那应该是更好的。参加物辩很辛苦，但是你值得。可以用各种角度观测不同的事情，享受就是活化大脑的机会，然后可以徜徉在科学的世界里面，可以学习到很多不同的新的东西，然后很好玩。PPT 可以做得很漂亮，然后可以跟同学炫耀，然后跟那个什么国文老师的报告啊，什么地科老师的报告啊，哦，你会写得超级快，然后电脑技能都不用担心，然后don't worry。参加物辩需要默契的合作，然后机灵的反应速度跟追根究底的科学研究精神。哦，感谢。参加物辩很辛苦，你出镜了啦。参加物辩需要默契的团队合作。好，反正横竖都是死。还没录吧？不录了。他会剪掉。很棒的。